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空摄影研究所，我是 Sky。摄影师 Trent Parker 曾经说过 ：“I am forever tracing the light. Light turns the ordinary into the magical。”我不断追逐光线，光线能将平凡的东西化为神奇。相信大家都了解到光线对于摄影的重要性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每次在设置好光线的时候，我手上都会准备了一个这样子的小仪器，不停地在测量光线。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来使用测光表，以及如果你没有测光表的话，如何搭配手机的 APP 来帮助测光，抓出正确的光比。在相机上正确的曝光，绝对是一张好照片首先必要的条件。有些人会说，都数位时代了，还用什么测光表？当你今天在外拍的时候，如果是背光，是不是需要补光？那要补多少的光呢？或者你今天在摄影棚内使用闪光灯，你看不到打出来的光线，要怎么样抓出正确的光线，就是要靠测光表了。首先，我大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乐达视行的这个测光表的一些功能。最上面的这个孔是一个感应器，它可以搭配上不同的配件测量光线的亮度。这个立体圆形的白色盖子，因为它是立体的，所以它可以接受180度的光线，测量不同角度的纵额光线。再来是这个平的圆形的白色盖子，由于它是平面的，所以它只能测量正面来的光线。如果你要测单灯的光线，用这个平面的会比较准确。最后是这个黑色中间有一个小孔，你看这样子的小孔是不是像一个相机孔？它可以测量反射的光线，所以使用时要面向被摄体。这边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一般测光表分为入射式跟反射式的两种。例如你相机的机内测光，就是所谓反射式的测光。反射式的测光容易被拍摄物体的颜色所影响。例如你拍黑色的东西，它反射的光线就会比较少；拍白色的东西，它反射出来的光线则会变得比较多。如果你只用反射式的机内测光，这时候往往就会受到被摄物体颜色的影响，没办法确定光的亮度。所以当你使用相机自动曝光的时候，遇到白色的物体，你一定要降低曝光补偿值；遇到黑色的东西，你就要增加曝光补偿值，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正确的曝光。但是这时候你如果是可以用入射式的测光表，就可以确实测量出光线的强度，再依照被摄物体手动来调整光圈。拍黑色的东西光圈要开亮一点，拍白色的东西光圈则要缩一点。这个跟你使用长镜头要多开一点光圈是一样的道理，让适当的光亮在你的感应器里面曝光。这个测光表呢有几个功能，右侧这个按钮就是测量按钮，按一下就可以测光。正面右边这个是电源，左边这个是记忆键。右侧上面这一排的按钮，它是几种不同的模式，可以选自然光、接线闪光灯、不接线闪光灯。右侧下面可以调整数值，首先是曝光速度、曝光补偿、感光度，最下面是曝光速度。搭配自然光模式，这时候你可以调整你要的光圈值。在摄影棚测光的时候，为了要求测光的精准，通常我会单灯测。在测光的时候，我们是以测光表的感应器对准光线的角度来测量单灯的亮度，这样就可以很精准地抓出每一支光的强度，再调整闪光灯的出力，强一点或弱一点，以达到我们要的效果。如果你很多灯同时去测，但是你又没有这个白色平板的配件，也可以稍微用手遮一下，挡住其他角度的光线，这样测出来的光线会比较精准，让你知道单光的强度。但是我们打的每一支灯都有它不同的效果，有时候光线是会在同一个角度上，综合光线去测量就没办法抓出每支效果灯的强度。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，如果真正要学习摄影，尤其是棚内摄影、商业摄影或者是产品摄影，一定要懂得单独去测量每支光的强度，调整出最适合的亮度，才可以达到每支灯光的效果。最后当光线都测量完毕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圆形立体的测光配件，把感应器对准相机的角度，测一个综合光。这个时候测出来的光线就是你的曝光值了。当然还需要按经验以及你所需要的调性来增加或减少一点光圈。你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先拍摄一个灰阶表，来看看曝光是否正确。
至于没有测光表的朋友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测光的 App， 叫做 Light Meter Free。这是一个免费的 App， 当然也有付费的版本。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从这个免费的 App 学习测光，然后再看看是否需要购买专业的测光表，或者下载付费的版本。在这个测光表里面也是有分入射式跟反射式的两种。好，那我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，用这个免费的 App 跟用专业的测光表测出来的差别在哪里。我们先用入射式的，按下 Sensor Meter， 然后调整感光度及速度数值，跟测光表相同，然后测一下。还可以耶，蛮接近的。再来反射式的，按 Camera Meter 选择镜头 Back， 这样我们可以从画面里面看到被摄物，按一下。也没有差很多哦。而且下载了这个 APP 之后，有一个附加的好处，就是用这个 App 可以测量色温。我们按 White Balance， 一样可以选择前后镜头，然后对准一张白纸。OK， cool。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大家可以慢慢研究，然后再一起分享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如何使用测光表以及测光的 App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网络上有很多摄影的工具，不管是测光、色温，或者是预示镜头的角度、景深等等。相信只要善用这些工具，要拍摄一张好照片并不是太困难。但是摄影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艺术的层面了。我们如何运用一张好照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故事？技术跟想法就像一台电脑里面的硬体跟软体，要互相搭配。没有好的技术，你绝对拍不出一张好照片；没有好的艺术涵养，即使你拍出一张好照片，也很难打动人心。好的，谢谢你们观看本集的 YouTuber， 那也请记得订阅我，并且按赞与分享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